月光皎洁，云深不知处已入了宵禁。蓝忘机替魏无羡摆正了睡姿，1日之内几度云雨。魏无羡怕是要睡到第2日午间。鲜红发带被随意丢在地上，蓝忘机拾起来，放在手边抹撒，转头又看看魏无羡带笑的睡颜，嘴角微微翘起，低头在道里唇上印下一吻，随后起身穿上靴子，关上房门，离了净室，去应对不速之客。蓝室外种了几株槐树，即使是当年云深遭祸，也不曾将这些老槐烧死。不速之客便站在蓝室窗前，看着这几株老东西，背对着蓝忘机道：“常听人说物是人非，现在我是明白了。”蓝忘机轻抚碧沉剑柄，唤道：“聂宗主。”聂怀桑回过头，对蓝忘机露出一个非常不聂怀桑的笑容，回道：“韩光君。”二人一时无言。便是万事太平、天真懵懂的少年时，这二人也是没什么话说的，更何况而今千帆过尽，各有心思。聂怀桑一向话多，虽然有些惹人烦，倒也不会落得尴尬，可偏偏今日明明是他不请自来，却立于窗前一言不发。一贯沉默的蓝忘机便先打破了沉默：“你莫要再来寻魏婴。”聂怀桑愕然轻笑，反问道：“为何？总不至于是吃醋吧？韩光君在情深，醋也吃不到在下头上来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我已知晓。”韩光君一向言简意赅，他已知晓最近种种皆是聂宗主深谋远虑，知道此人心思深沉，怕魏婴单纯受他蒙骗，不愿意让二人再接触。聂怀桑却笑意不退，在蓝室随便坐了下来，又问道：“只是因为如此吗，韩光君？”光阴确实溜得快，这当口总算尘埃落定，而距离他们几人共同在云深求学无忧无虑，已经过了整整20年。修仙之人容貌难改，却不代表心性难改。这位一问三不知的聂家宗主笑道：“如今的聂怀桑自已不是当年的聂怀桑，那如今的蓝忘机，可还是当年的蓝忘机？”蓝忘机不语。魏兄身在其中，自然已经看出来是我在幕后推动。聂怀桑摇了摇扇子挡在面前，只露出一双发亮的眼睛。他却不知道，我最初怀疑金光瑶，是因为10年前的一场金家清谈会，我不小心闯进了芳菲殿的密室，看到了满是刑具和一张有陈旧血迹的台子。蓝忘机一动不动。当时窦岩厅设宴，觥筹交错，好不热闹。我半醉之际在厅外吹风，被一只蝴蝶纠缠，便一路追着它追到了芳菲殿。明明是敛芳尊的寝殿，一路尽是门生值守，却无一人拦我，我便如此畅通无阻，追着那蝴蝶掉进了那面铜镜。韩光君，你说神不神奇？蓝忘机淡淡道：“竟有此事，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呢。”见到那般情景，我当场便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慌忙跌出密室跑回窦岩厅，在我的桌上喝了好几口醒酒汤，才回想起来，那一路的金氏门生个个眼神恍惚，大约是中了什么术，看似站岗，其实不过是站在那里发呆罢了。韩光君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蓝忘机坐下来为自己沏了一杯茶，仍旧波澜不惊，大约是宴会热闹，都喝醉了吧。聂怀桑笑了笑，继续道：“之后我便对金光瑶起了疑心，却也暂未将那染血的台子和我大哥之死联系起来。不久之后，我出门夜猎，刚好就猎到了我大哥的左臂。我这人1年也就夜猎1-2回，竟这么巧撞上了。韩光君，你说我是不是运气很好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是很好。”然后我便顺着追查，有怀疑却无证据，有想法却无门道。分尸散魂之事太过吊诡，如若说世上有谁最精于此道，那便是魏兄了。可当我大致推出我大哥之事的前因后果时，魏兄已身死7载，我的路又被堵死了。刚好在我苦闷之时，我偶然间救下了被墨家人虐待的莫玄羽，又从他口中得知，他曾在芳菲殿密室看过魏兄的手稿，记载的是古老邪术献社。韩光君，你可知听他说到此处时，我有多激动？蓝忘机抿了一口茶，大约是很激动吧。聂怀桑收了扇子，如今仙门百家街道送来丝丝与碧草的无名侠士为正道英雄，于我而言，冥冥之中赐我好运的这位无名侠士才是真正的正道英雄啊。蓝忘机默然道：“聂宗主运气好罢了。”聂怀桑笑着点点头，
突然对着蓝氏入口高呼：“哎呀，魏兄！”蓝忘机呼吸一滞，立刻看向外面，外面却是空无一人。聂怀桑大笑站起，无惧蓝忘机阴冷目光，直善仪依然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突然说：“就在不久前，我抓到了一个温家旧人。温家已灭10余年，他早就离开玄门，不再过问玄门是非。他对我说，温竹流掌力虽尽，但修为高深之人，却也不是他一掌就能化去金丹的。当年温朝公莲花坞之前，温旭给了他一份曲谱，奏之可扰他人金丹，使化丹手事半功倍。韩光君，你是勤修大拿，不知你可听说过此曲？”聂怀桑话音未落，碧晨已尖笑而掷触到他颈边动脉。他早有准备，脚下运功急速退开，身法之快，完全不是外界传言全无本事的样子。